你看看，这些玩意儿见过吗？怎么样？你招不招？无罪可招。好啊！谁敢伤我龙翼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谁敢伤及皇上的骨肉？你有了？你若不相信，可以去问鲍世成。进宫时，鲍世成清楚地记录了我受皇上宠幸与月事的时日。我受宠至今，一直没有月事。哼，那又如何？那也不一定有孕呢。你就敢肯定我没有身孕吗？皇上仍无子嗣，若我腹中真有孩子，而又因受刑伤及，你担当得起吗？难道你就不怕招来杀身灭族之祸？确实是1个月都不到。哼，这个低贱的歌姬，竟敢用肚子来护身，那樊娘也真是没用，吓得不敢用刑。哼，我偏要对着她的肚子踢打鞭烙，看是肚子能护住她，还是她能护住肚子。娇儿，别生气，你坐下，坐下呀。一切都记录在案，你现在去动了他，万一出了事，怎么向皇上交代呀？就差这几天了，你暂且忍一忍。我相信他也不过是缓兵之计，就让他多逍遥几天吧。母亲，你知不知道我担心什么？缓兵之计倒还好，要是真的怀孕了，那我怎么当这个皇后啊？要是她没身孕，死罪肯定逃不了。如果真的有了，我要让她死得更惨，但是不能死在掖庭啊！跟你脱了关系之后，哼，我保证要让她尸首无存。朕离宫之后，你万事要小心。等朕回来。宫廷险恶多诡，今日荣耀不保证明日安然。除非你有皇子，或许能保住你的性命。如一，进来吧。日子到了，知不知是你的吉日，还是你的忌日？如一，有劳你给她把把脉，好看她怀了没有。不用了。难道月事来了？这个来了，那龙种岂不就是没了吗？啊？参见皇后。奴婢卫子夫参见皇后、窦太主。卫子夫，你杀人这个案件早已呈给本皇后，你可知道本皇后为什么现在才审判？就是因为你曾受圣宠，只盼你能为皇室延绵子嗣。说不定添个一男半女，不只能抵其罪，更能立下大功一件。可惜没有。既然你没有龙胎保护，樊娘，杀人之罪应当如何？论罪当斩。那就拖出去斩。慢着，杀人之罪可有证据？犯人僭越犟嘴，斩首之前先掌嘴50，杖打100，拉出去。且慢！
金安，姑母万安。我正在审讯犯人，姐姐来所为何事？臣就是知道皇后要判处犯人，才赶来阻止。我尊重公主，乃皇上亲姐，叫你一声姐姐。可是公主也该尊重我，乃皇后，后宫之首。后宫之事，是非对错由我定夺；后宫之人，生死荣衰由我旨意。岂是公主你能阻的？把卫子夫拉下去，先用刑，然后斩。诺。不能斩。谁敢不听令？皇上，后宫之事，臣自不敢干预。但皇后刚才也说了，我是皇上的亲姐姐，事关弟弟家人的生死，身为姐姐，当然要通知皇上。也许是天意，皇上本已启程前往上郡，竟然让平阳府信使赶上报讯。如今皇上已在回宫路上，并传来手谕。朕公务在身，丝挂家眷，却经闻后宫凶案，痛心疾首，问及其详，疑处重重，唯恐其中有诈，着令囚疑犯卫子夫于报事，待朕回宫细审论刑。若有私自用刑者，以为止犯上论。钦此。谢皇上，遵旨。皇上驾到！陛下圣安。平身。臣妾分内之事，陛下干涉，既与理不合，也致臣妾颜面威严于无存。今后臣妾如何统帅后宫？还请陛下让臣妾主理此事。朕无意干涉后宫之事，但牵涉人命，事关重大，朕也想了解是非对错，不想朕的皇宫徒添冤魂。冤魂已添，是非已明。杀人偿命，就是给冤死者还以公道。既说杀人，有何理据？瑞姬殿内只有卫姬一人，膳食由叶廷思膳房供应，二人同吃，却只有瑞姬中毒，分明就是卫姬下毒杀人。皇后亲睹卫姬下毒吗？即使没有，那他人也无下毒的机会。又有宫人守卫亲毒吗？既说二人独处，又何来目击者？那在卫姬身上搜到毒药了吗？毒药已下，又从何处搜寻？卫姬身处深宫，找到给她毒药的铜矛没有？或是卫姬进宫之前早已备好毒药，并无接应？或是，那卫姬是否供出杀人缘由？可能受不了瑞姬严厉教导。杀人泄愤，以逼劳苦。可能。皇后要朕让你掌六宫，断生死，你知人死罪的理由只是单凭揣测，这不是太胡闹了？既无实据，又无人证，更无杀人动机，就此定罪，简直荒唐。瑞姬之死，交廷尉重新调查，卫姬无罪释放。谢皇上。若是哀家不准放，又当如何？太皇太后金安。太皇太
金安。陛下，都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祖母何以纡尊到此？哀家知道皇帝和皇后在审理后宫凶案，哀家怕有偏颇，所以特来看看。魏姬杀人只是片面之词，并无杀人动机或人证物证，故孙儿将其释放。魏姬之死，交廷尉调查。母后，陛下，我有人证，可凭据皆动机。那就宣证人吧。奴婢小妾拜见太皇太后、皇上皇后。年礼了，待会儿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。诺。小妾，魏姬如何对待瑞姬？快讲出你所知所闻。禀太皇太后、皇上皇后，奴婢每日送饭时与瑞姬和魏姬，常闻魏姬埋怨照顾瑞姬辛苦，更恨瑞姬偶尔发狂，让其身心受伤。不，闭嘴！奴婢没有撒谎，这是瑞姬所咬。魏姬曾说，恐怕不知何时会再受瑞姬痛打，深恐性命堪虞，为求自保，得先下手为强。小妾，我跟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诬陷我？子夫，对不起，但在太皇太后、皇上皇后面前，我不得不说实话。不，我……你还说，反正瑞姬狂癫吓人，她死了也没有人疼惜，到时候定能脱罪。你撒谎，我没有说过。既然人证动机都在，就按罪处死吧。来人，在。你受谁指使？说。回陛下，奴婢从没有伤害瑞姬之心，更遑论受人指使。但如今有人证说你意图杀人，是证人说谎。奴婢虽曾被瑞姬所伤，但她是无心的，奴婢从来没有记恨过她。陛下，这案件已经一目了然，而且太皇太后已经定夺，何必再给凶徒机会呢？姑母，所谓魏姬杀人，而断案所依的人证动机，只单凭宫女小妾一人之词，这当中疑点重重。若是魏姬下毒，到底毒从何来？陛下英明，魏姬只不过是一个新晋的佳人子，怎么可能胆大包天，藏毒宫中，甚至带毒在身？若小妾所言属实，魏姬是因为不堪折磨而毒杀瑞姬，以求自保，那么毒杀就不是预谋。若是如此，魏姬难道一直藏毒在身？那她的目的何在？陛下，可见他居心叵测。他本来不只要对付瑞姬一人，可能还有其他不轨意图呢。那干脆尽早下令将他处死。看来皇后也认为此事所牵扯的不只是老宫人被杀，而是另有玄机，那就更不能就此结案，非严加细查不可。陛下，臣总觉得还有些疑处，也许当中有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。朕不查个真相大白，绝不罢休。陛下，一个奸险女子私带毒物入宫，有害人之意也好，有自保之心也罢，反正她用毒杀人就应该伏法。哼，所谓阴谋，不过只是猜测而已呀。就算真的要查，也未必能查得出来呀。这阴谋怎算似是而非？朕目下就有可疑之人，能指使他人替之卖命，能利用宫里人脉，在后宫覆手翻云。此人，或是你。平阳公主。当日是你献魏姬进宫，如今这乱局岂会与你平阳侯府毫无瓜葛？
陛下，我与你自小亲好，我自问对你问心无愧。当日为于帝皇进献慰藉，只是希望能替陛下分忧解愁。不料这一片冰心，到如今却成了蛇蝎心肠。陛下尽管查，不查清楚，我绝不会罢休。我倒要看看能查出我平阳公主有什么阴谋诡计。好，若查出有什么来，即使是至亲，朕也必严惩。要不然就愧对祖父祖母了。彻儿，你为了查究这宗案子，把你亲姐姐都牵扯进去了，甚至连你的祖母和祖父都搬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祖母，孙儿知道这瑞姬曾是祖母侍女。祖母此番亲来听审，足见主仆情深，必不想瑞姬死得不明不白。孙儿为了祖母后代下人的情分，还有祖母的名声，一定要查出真相。好，就依你。谢祖母。母后，祖母，哀家给你5天时间。等候，臣在。立刻将魏姬、樊娘、小妾一并带去非常殿。诺。祖母，我乃6宫之首，此案的犯人与证人理应交由我来管。祖母，此案非比寻常，未必只涉后宫，可能牵连朝廷。好了，都不要说了，大家都别争了，全由哀家来看管。樊娘和小妾暂时安置于长信殿配殿，平阳府有关人等留居皇太后的长秋殿中，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至于魏姬，将她单独囚于望星阁。彻儿，5天期限之内，哀家必保她安然无恙。要是你能证明与她无关，哀家马上将她释放；否则，哀家就以她的人头祭奠瑞姬。那歌姬果然是个祸害，连累我全府上下给囚禁起来。平阳侯府何曾受过这种待遇？哼！参见君侯、公主。哼！你们把他关到哪里去都好，就是别跟我们囚在一块儿。他跟平阳侯府全无关系。下去吧，君侯跟你们说笑而已。诺。说笑？公主啊，皇上随时论罪，他是那歌姬的弟弟，被牵连没话说，可是把我们平阳侯府都搭进去，不是太冤了吗？我们姐弟祸及君侯，给君侯带来麻烦，求君侯恕罪。但依小的愚见，皇上断不会为难公主，说不定这只是救我姐姐的缓兵之计。住嘴！你以为进了宫，你就真的以为自己长进了啊？你懂什么呀？皇上用的正就是缓兵之计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起身吧。谢公主。哎呀，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只是圣意难测啊，公主。哎！虽说皇上有什么缓兵之计，但现在大家仍算是戴罪宫中，你倒笑得开心显逸啊！最好我平阳府的人以后都给关在宫里，好让你跟女儿团圆，是不是？你就由他们吧，大家都出自平阳侯府，自然是要叙叙亲情，叙叙旧了。难道要哭丧着脸吗？公主，公主，君侯，奉皇上旨意，请公主到非常殿问话。问话？正要用膳呢。皇上已备好酒菜，且召来了8人不撵，恭请公主。8人不撵，君侯上宾之礼啊！好。哎，公主，那你快去啊，去啊！
是说有话要问吗？想问什么，不妨直说。弟弟想问姐姐，这新进贡的举酱酒，味道是不是姐姐尝过美酒之中最上乘的？不错。既是姐姐喜欢，那么弟弟便全数留给姐姐吧。弟弟有难题，你我姐弟同当，这好酒难求，何不分甘同味呢？弟弟有难处，姐姐想都不想就帮忙。如今这点小心意，岂会不悉数送给姐姐呢？母后那边是有点生气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劝她只当是我入宫与弟弟亲近几天，反正不是真的姐弟不和。母后已经安心了许多，只是弟弟需要尽快结案，到时候再向母后请罪就没事了。弟弟何尝不想尽快结案？只怕公母行事慎密，不会留下尾巴。你倒说得坦白。子夫谦厚，除了因宠遭妒之外，还有其他理由会惹上祸端。樊娘竟然安排子夫去向瑞姬学宫规，其实一开始就是个圈套。至于那个小倩，看似柔弱，却得势不饶人，对子夫的指控全触及祖母心思，一看就知道是有人指使。究竟谁人指使？我们心中有数。现在就从瑞姬的死因着手，先查出死因，找到下毒源头，这样就能顺藤摸瓜，查出真相。参见陛下，公主回来了。御医怎么说？据御医查验所报，瑞姬的确是中毒而死。至于是何毒所致，他们一直在查究，却难下定论。会是厨房动了手脚吗？瑞姬死后，御医怕是厨房出错，曾去细查，连他当日的食物残羹也留起细验，一概查不出有什么问题。臣会继续调查樊娘、小倩的一切。朕已下旨，不管任何人，如有报信，赏；有线索，赏；有证据，更赏。那我就动用宫中所有人脉追寻线索，希望尽快查出真相。如今我们最大的敌人，就是那弹指光阴。太皇太后金安，这鱼呀，尚且通情达理，知道饿死了会让主人不高兴，所以饱食3餐。可有些人却有时不食，无中生事，是存心跟哀家作对吗？你是有意弄出性命之忧，让哀家失信于皇帝，还是害了人心有余悸而食欲不振呢？禀太皇太后，奴婢这2日来只饮不食，不是存心与太皇太后作对，而是想以此对瑞姬尽哀悼之思。这话倒新鲜，谁听了都觉得稀奇。这样的谎话，你以为哀家听了会相信吗？请太皇太后明鉴，奴婢未曾说谎，万物有情，连鱼儿也懂得体念主人心。更何况，奴婢跟瑞姬相处多日，自然是有情分的。他不是曾经癫狂发作，伤了你吗？过来，让哀家摸摸那伤口。哎呦，咬得很深呐，
这罪不好受吧？要说为此把他杀了，哀家信；要说跟他有情谊，为他哀悼，哀家不信。瑞姬伤我只因病发，我并没有害他的道理啊。你是太过纯真善良，还是太过诡计多端？故作矫情，想撇清罪责呢？奴婢的确没有杀他，除了病发的时候，瑞姬一直待奴婢很好，宫中规矩礼仪，他也是知无不言。在我眼中，他是可怜，但更可敬。可敬？如何可敬啊？他虽知自己身在冷宫，但只要一清醒，就会把自己梳理整齐，施上脂粉，插上他真爱的双蝶步摇，把自己有伤疤的脚包裹好，总不失他作为一个佳人子的身份。瑞姬力求端庄，不管有没有人看见，只管尽心尽意做好本分。他教奴婢的第一样公规，就是分尊卑，忠心事主。够了！他可曾向你提起他忠心事主的下场？我不要滑胎！滑胎！呵，我不要！瑞姬要是不忿于自己的下场，就不会教奴婢忠心二字。他可有说怨恨过谁？给我放开！我不要！我的孩子！死前又是否有遗恨？怨恨何人？遗恨何事？瑞姬从未明说，奴婢也不想知晓。他只曾经低叹：一入宫门，重重深，身不由己，事事哀。重重深，事事哀。那你呢？可有感同身受？奴婢从小所学是随事随在，安之乐之，是心善至坚，与人和乐。还有，笑着日子容易过。好，哀家会将你的善事改为斋饭，让你继续哀悼他。谢太皇太后恩典。奴婢斗胆，求太皇太后赐我织机丝线。听说你之前已经向宫婢要了绢布针线，缝制绢花，得以解闷儿，现在又要织机。奴婢缝制绢花，只为装饰瑞姬棺木。今日亲见太皇太后，奴婢就在斗胆恳求，得织机丝线，织出3尺赤绫，为其遮蔽足上伤疤，让他稍补遗憾，安心而去。过来。美则美矣，不料还如此善解人意，难怪连皇帝都为了你神魂颠倒，失了分寸。当年皇上最疼爱我，在我狱卒细嫩纤幼，脚上有那疤痕，就再无颜面见皇上。
陛下，查得怎么样？回陛下，那樊娘的叔父原是御医，曾随军戍守河西一带。那他也许因此而认识药理毒物，从而对瑞吉暗中下毒。这的确说得通。可他叔父3年前已经离世了，难以进一步查证。陛下，御医们送来的医书当中可有什么线索？若是有，朕会这么焦急吗？只有瑞吉与卫姬共处一室，所吃的东西都一样，却只有瑞姬一人中毒。看来此毒用得相当蹊跷。可惜我们可以参透各种玄机的时日不多了。小倩的背景很简单，只是个普通的工人。反而樊娘比较复杂，她没有兄弟姐妹，却在宫外养着一个8岁大的侄儿。臣会再进一步调查。即使有重伤，还是没人来讨。子夫的生死，要看天命了。白昼降临了，平日朕最爱看见旭日东升，总觉得朝气蓬勃，充满希望。可这几日，朕却希望日光不会出现，似乎日子流逝得更加快了。皇后金安，窦太主万福。母后金安。免礼。秋萍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祖母，孙儿给祖母带来了用天麻、茯苓还有薰衣草制成的香囊，据说能安神养气，睡得特别香。金蝶相伴，铃音绕梁。你们应该知道，哀家这玲珑双蝶放着多年，从未再碰，也不许别人碰吧。娇儿有所耳闻。那依你们看，哀家今日为何又取出带上呢？怕是怀念故人吧？原来你们知道，有些东西，哀家收起，不等于就会忘记；有些人，哀家不见，不等于哀家就不在意。当年哀家能得到孝文皇帝的欢心，瑞吉也算有功。哀家本想给他一个安稳的余生，谁知道有人要断了哀家的人情。祖母，断你人情的是卫姬那个贱人。别摆弄哀家，哀家跟那佳人子谈过，他是怎样一个人，哀家清楚。哀家不是说过吗？眼盲，心不盲。母后，是不是女儿做错了什么，惹你不高兴？如果是，女儿在此求母后原谅。女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母后，母后，娇儿她苦啊。你知道这个后宫，即使是皇后，也是要步步为营。是，娇儿平时是刁蛮了些，任性了些，但是她心无城府。何况娇儿这么多年都还未有所出，当中她受的委屈可想而知啊。母后，祖母，母后，你是何等人物？当年尚且需要借助外力来顾宠，何况是娇儿呢？后宫凶险，有时为了自保，也不得不做出牺牲啊。其实祖母，娇儿也不想独得帝宠，只希望在皇上心里留点位置。可是，那个卫姬不过是平阳侯府的一介歌姬，皇上竟然为了她，在母后面前演戏，还要给平阳公主胡乱冠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，只不过是想拖延此案。这个卫姬才刚入宫，就让帝皇家落下笑柄啊！母后，也许你觉得这个佳人子讨人欢喜，想放她一马，
但是人心难测呀，今日是好，但明日呢？怎能及骨肉血脉永远不变的亲情啊，母后！祖母，其实娇儿只想常伴祖母身边，侍奉祖母，这样娇儿就心满意足，别无他求了。娇儿啊，你带来的香囊，当真养神，拿给祖母试试看吧。祖母用过之后，一定会喜欢的。祖母，你闻闻。根据宫人们的传言，这樊娘在宫里应该有个相好的，但就不知道是谁。臣也觉得，她跟外面养着的那个侄儿关系并不单纯。要是她真的在宫里做出淫秽之事，可能因此给人把柄，任人摆布。如果世上真有毒物，用在不同人的身上会有不同的效果，那么医师们一定会记录下来。若不是，瑞姬之死会否与毒无关？可御医已经断定，瑞姬死于中毒。其实这中毒呢，也不一定是有人下毒，吃错东西也会中毒嘛。你们看，喜娘她吃了烧兔肉，又跑去喝白菜汤，年纪大，体质弱，乱将相冲的食物呢混在一起吃。你看现在不就惨了？哎呀，我做了厨工这么多年，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。我记得他们之前查过瑞姬喜欢喝甘草汤，若是甘草配以何种食材会相冲啊？这样一来可就难说了。因为食材啊、调料啊、烹饪方法，什么都是有可能的。哦，这是桂花粉，干花研成的，该不会跟瑞姬的食物相冲吧？香，这个小的也不敢肯定。这是厨工董鱼用来制作调味香料的材料。董鱼，他喜欢用干花、香草研磨出特别的味道。他略懂医理，从未出世。哪个是董鱼？叫他出来问话。哦，董鱼前些日子回乡探亲去了。臣追查到那厨工董鱼在宫外的住处，岂料在附近的井里发现了他的尸首。人人都说那口井常出意外，也曾经有人失足跌下淹死。这么巧合，你相信吗？臣不信，这事董鱼一定脱不了关系。臣依他的背景，又追查出当中的人脉端倪，只可惜，这些都不能作为翻案的证据。你肯定那天香有问题？臣曾戍守西北，知着香液从西域传来，性极寒，老弱者不宜服用。若瑞姬常年喝用甘草研配的汤药，再加上这个二者相冲，出事的几率会很大。可惜，这只是你在边关的见闻，不能做理据，更难以让众人信服。厨工虽然见过董鱼用天香混在瑞姬的食物中做调味，但却说不清楚其中的分量。即便现在传御医钻研，也需时才能断定瑞姬是否因这两种食物相冲而致死。可我们只剩1日不到。陛下现在所查到的都虚实考证，等不及呀。看来也只有最后一搏了。什么？皇上要来？刚刚收到通传，应该已经快到了。明天就断案了。他现在过来。
会是查出什么东西了吧？参见陛下。快起来，起来。皇后用膳了没有？还没有。那就一起用膳吧。你看，朕给你带了些南方的点心瓜果，全是快马连夜送来，特意带给皇后尝尝鲜。谢陛下。哎，皇后不必拘礼。来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诺。皇后，朕初登大同，想有些作为，要兼顾的事情多，也许你会觉得朕冷待了你。这些臣妾都明白，陛下放心，臣妾没有任何怨言。皇后深明大义，朕就无后顾之忧了。陛下，我们两个从小就相识，常玩在一起，感情亲厚。我们小时候就是像这样分享美味的。这种感情岂会轻易受到影响呢？皇后，你放宽心，不管如何，你都是朕的皇后。听到陛下这句话，臣妾好开心啊！那就好，皇后谨记此话，就忘了之前的风风雨雨吧，像从前般彼此信任，别再与后宫的其他嫔妃计较纠缠了。陛下的意思是，瑞姬死因已逝，经朕连日调查，最可能是食物相冲中毒而致，这大多属于意外，跟魏姬无关。是吗？此事疑点重重，未必真的就是毒杀，何必错判伤人命？不如皇上好久没有这样温柔对臣妾了，臣妾本应该高兴。祖母素来最宠爱你，若是你能亲自向他老人家说清楚事情始末，将这场风波平息，朕定会感激你。以后大家琴瑟和谐，感情更深厚。你我的感情不是从小就开始的吗？为什么要我帮了他，才会更深厚？祖母的意思，臣妾不敢忤逆。魏姬杀的可是祖母的故人呢。不知皇后是不敢忤逆，还是一心要铲除魏姬，不惜伤及无辜？无辜？如果是无辜，那皇上这些日子以来应该查得很清楚了吧？无需婉言吝啬，要臣妾去说情。自从夫君登基以来，你有几次这样温柔细语过？现在却是为了别人，我凭什么要帮你？不凭什么，就凭你我之间这点情分，凭你作为大汉皇后该有的气度，就凭陛下一句大汉皇后，臣妾更不能徇私。好一个不能徇私！朕明白了。回禀陛下，太皇太后说要歇息了，请陛下明日再来。回去再传，说朕有急事商状。诺。皇上说有急事，非要见太皇太后不可。才听官陶说，皇帝为了那魏姬去求娇儿，现在可好，求不到娇儿，又来求哀家了。你去跟皇帝说，哀家身子不适，任何人都绝不可打扰。诺。
你有没有说清楚朕有急事？奴婢说了，可是太皇太后奉体为和，下令任何人都绝不可打扰。绝不可打扰。是。那就没办法了。邓弘，臣在。你刚才不是回报，已经找到证据，证明樊娘就是毒杀瑞姬的主谋吗？正是。你马上去捉拿樊娘。诺。秋萍，给朕的禁卫引路。陛下恕罪，太皇太后有命，没他同意，任何人不可骚扰樊娘和小倩2个证人。此一时彼一时。现在太皇太后奉体为和，已经说了绝不可打扰，朕又不能不秉公办案，那就只有先审后奏了。你快起来引路，让犯人有机可逃。诺。秋萍，找我有事吗？樊娘，我们已经找到证据，证明你与瑞姬被杀一案有关。现在带你去见皇上。你别乱说，有什么证据？你认识这个吗？这些就是在叶婷你的房间里找到的。你就是用这个天香害死了瑞姬。怎么可能？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哼，在我的房中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是吗？你的叔父曾当过御医，并随军在边关多年，你不会连天香都不认识吗？那又怎样？那是我叔父，而且他已经死了3年了。你曾替你的叔父抄写医书，应该不会不知道天香与甘草相冲，合用成毒。你就是利用这点来毒害瑞姬，并加害魏姬。全是臆测，根本没有凭证。要我带董瑜来跟你对质吗？什么董瑜？我根本不认识。那你为何出入他的房间？你的发钗为何在他房内出现？这钗子根本不是我的，你伪造证据，含血喷人。来人，证据确凿。你带走。诺。皇上，真要屈打成招吗？大人，太皇太后让我和小倩留在这长信殿，就是怕我们被冤枉。太皇太后英明，一旦知道你借用董瑜之手害死瑞姬，必定不会轻饶。求太皇太后为我们做主。太皇太后，仆夜大人，你虽受皇命，但人在长信殿，你们要有真凭实据才好，要不然，即使皇上也难向太皇太后交代。董瑜已经亲口承认罪状，说樊娘就是主谋，全都是说谎。董瑜已经死了，人证物证都是他编造的。你不是说你不认识董瑜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带走。诺。娇儿，今日天朗气清，正适合送那女人上路，消你屈辱，解你怒气。哎呀，这几日真是太漫长了，多一刻我都等不了了。放心吧，皇上查了好几日都没查出什么事，而且还特意去找你求情。哼，那个贱人魏姬肯定活不过今日，你就安心的等着看好戏吧。太皇太后驾到！祖母，孙儿来给你请早安了。母后金安。都起来吧。皇上驾到！陛下圣安。起来吧。陛下一早来到长信殿，想必是为了魏姬，来向祖母求情的吧？太皇太后守正不阿，言出如山。魏姬若不是凶手，祖母定不会为难；要是凶手，自当从严惩治。彻儿，反正真相已明，就结案吧。诺。邓弘，带上来。才
参见太皇太后，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。犯人已带到。奴婢拜见太皇太后、皇上、皇后。你二人如何令瑞姬中毒，又嫁祸于魏姬的？说。回陛下，奴婢只是听从樊娘吩咐，拿膳食给瑞姬，趁机与魏姬攀谈，套取消息，并不知食物中有毒。不知道？你先前陷害魏姬杀人的时候，还振振有词。奴婢只是怕受牵连，听从樊娘，把罪责全部推给魏姬。毒杀与嫁祸之事，奴婢真的全不知情啊！樊娘，小倩所说，是否属实？是。奴婢知道，瑞姬常饮甘草汤，柚枝甘草与须臾的香料天香相冲，老弱者若是多用，会中毒伤及内腑，所以奴婢与厨工董于合谋，在其菜肴当中加入天香，再命小倩去送饭。你为何这么做？是受人指使吗？樊娘，你故意令瑞姬中毒身亡，必死无疑。你若坦诚交代幕后主使，太皇太后或能留你一个全尸，而且不会连累你家中大小。无人指使，都是奴婢自己的主意。你跟瑞姬何来深仇大恨，要置她于死地？还是在替谁顶罪？奴婢服侍瑞姬多年，深受其狂癫的折磨和虐待，奴婢一直怀恨在心，早就想杀了她复仇。既然怀恨多年，为何到现在？皇帝，主谋既已招供，来人，在，把犯人押下去待斩。诺。太皇太后饶命！求陛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太皇太后饶命啊！太皇太后，孙儿觉得此事让皇帝累苦了。查案之余，又到交房殿套情做戏，再到长信殿等候半天，千辛万苦等哀家一句“绝不可打扰”，好让你的臣子盘问证人，皇帝也够费心的了。此事到此为止吧。彻儿，你去把你姐姐给放了，还有把魏姬带走。谢宗。皇上驾到！陛下，参见陛下。这几日委屈你了。太皇太后照顾周到，并无委屈。奴婢心静如常，深信陛下会救子父。只怕陛下因此奔波劳累了。朕不累，多亏有皇姐和段仆爷替朕奔走调查。段大哥，谢谢你。为陛下分忧解难，是臣分内之事。有段大哥的帮助，更有陛下的信任与维护，是奴婢的福气。其实当时线索全断，朕也没有把握，所以只能与段宏演两场戏，赌一把。要是赌输了，你会怨朕吗？陛下是天子，若天子也无能为力，便是天意如此。奴婢不会怨，亦请陛下万勿自责。魏姬人善天不欺，上苍绝不会让善人蒙此大冤。段宏说的对，朕也相信，上天将你赐予朕，便不会轻易的夺走。陛下，
还怕你回不来呢。现在平安无事就好了。姐姐，这些日子，姐姐受惊了，我这个当弟弟的，却未能帮你做什么。怎么说这种话？你为我奔走，还私自出宫去平阳侯府，还因此为我受罚。只是罚操练罢了，比我平日跟段大哥练武比剑轻松多了。皇上知你这次是因为担心姐姐，已经通知了建章宫剑，你回去后不用再受罚，还特赐你宗籍，可以出入各宫。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你当值的闲暇期间，随时可以去看你的姐姐。真的？姐姐，见到皇上一定要谢恩。哎，行了，事情既已解决，公主想多留些日子，那我先离宫吧。常总管，收拾一切，回侯府。诺。子父再谢公主与君侯的救命之恩。不用再谢了，起来吧。你如今是皇上的嫔妃，已不是下人，务须行此大礼。你以后啊，好好侍奉皇上，啊，不要再给我们添烦添忧，就算是报答我们了。谢君侯。谢君侯。你与那厨工董瑜暗存私情，还生下了私生子董永。多年来，我对这件事情睁只眼闭只眼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窦太主事知我忠心，事顾虑周全，可做犬马。我有一件事要交给你去办，如果你办得妥妥当当，你这件事我不但会继续为你守口如瓶，还可以为你那多病的儿子寻药治病。如此一来，你就不用再为那虚弱的孩子发愁了。奴婢静听窦太主吩咐。董瑜，你发什么疯啊？说嘛，就算皇上亲自来查，也查不到你这儿啊！为了孩子，你别管我，这件事情迟早会被查出来的，查到我这儿就断了线索，你和儿子就安全了。樊娘为了保住孩子，承担一切，也算是个慈母。但可惜她的孩子已经无福消受了。什么？2日前那药送到之时，那孩子已经病死了。那樊娘知道吗？哼，如果她知道，还能心甘情愿独揽罪责吗？不过我也算是成全她了。如今她和她儿子可以在黄泉路上作伴，也可以与董瑜相逢。哼，也算一家团圆了。母后，哎，魏姬这事算是圆满解决了。是啊，母后。那一家人就可以安宁了。母后说的没错。你们姐弟做这一场戏，值得吗？魏姬不同一般女子，她聪明贤惠，宠辱不惊，而且又知通世事。这么好啊，难怪让你动心。不过，此事让魏姬受惊了吧？翠儿，在。玉石能凝神镇惊，此乃珍贵的毒玉。你替母后送与魏姬。儿臣先代魏姬，谢母后赏赐。魏姬既已没事，彻儿也不要只顾着留恋新人，也要想想旧人呐。母后指的是皇后。彻儿知道这阵子冷落了皇后就好。此玉镯，你替母后送与皇后，聊表安慰。母后，魏姬被诬害，皇后脱不了关系，难道儿臣反要安慰她？皇帝可有证据？既无证据，凶手也已伏法，此事也该告一段落。
你就不要再心存芥蒂了。她毕竟是皇后，而且真心待你，你要顾全大局，就当是为了母后，去看看娇儿吧。皇上驾到！皇后小心。陛下圣安。陛下圣安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都下去吧。诺。皇后没事吧？臣妾没事，臣妾只是想为陛下做些糕点，采花时不慎扭伤了腰。不过，只要陛下喜欢，臣妾便甘之如饴。皇后不要总在朕的面前扭捏作态。就要是真的，是装得很真，是掩饰害人而心存不安吧？陛下此话何解？是说娇儿在骗你，是装病扮伤。皇后，你心知肚明。陛下如今有了信任，把旧人抛弃不理，还随意出口伤人，真是本性难移。皇后勿需在此又哭又闹，要留住夫君的心，就不该伤夫君的人。那是母后给你的。你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了，是不是？你不理我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够了没有？你不要一时哭闹，一时要寻死的，闹得后宫没有半刻安宁。不要！皇后，来人！陛下。传御医，快！诺。娇儿，陛下终于肯认真看我了。娇儿，怎么样了？子夫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母亲已经在外面打听了，很快就有消息了。你先吃点东西吧。皇后出了这种事，你叫我怎么吃得下啊？你着急也没有用啊。喜娘，怎么样了？还昏迷着没醒呢。那个太医令几乎把所有的御医都领了去。我听公主吩咐，一直在门口待着。只见那些侍女跟御医们不停地进进出出。哎呀，他们手里的布条上全都是血，吓死人了。母亲，这事儿皆因我而起，这怎么能怨你呢？就是啊，那是他自作自受，搂不住皇上的心。我说错了吗？老实说，假如他真有不测，那也是上天怜悯你。你之前受了那么多苦，又被他冤枉，以后终于可以脱离苦海了。喜娘，怎么能这么说？皇后就是皇后，她一旦出事，后宫必定大乱。我也只是心疼你。我知道，也不知道皇上会如何应对。皇上现在肯定比任何人都难受，我只是担心皇上会背上贪新忘旧、无情无义的骂名。陛下放心，皇后虽受外伤失血，可没有伤及内腑，应无大碍。只是腰伤可能需要调养一阵。腰伤？皇后前不久去采花做糕点，伤了腰。原来她真的是为朕受了伤。皇上驾到！陛下，彻儿，娇儿她怎么样了？母后，姑母，你们放心吧，已经拔簪止血，太医救治的及时，娇儿已无大碍，
应该很快就能醒来。太医令，快去给皇后备药，以作调理。诺。皇后已然无大碍，姑母就不要担心了。我们进去看看她吧。怎么能不担心？平阳公主，你教我如何下笔修书回封地，告知唐义侯他女儿现在的惨状。姑母言重了，只不过是两夫妻一时争拗而已。若非平阳公主当日献美，又焉有今日之乱呢？姐姐，我们先去看看娇儿吧。好一句娇儿！姑母，今日这情况，全因彻儿之故，与其他人无关。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怎敢怪罪他人，更不敢怪罪于陛下。为何人家说我家娇儿住金屋，我就会深信不疑，以为我女儿从此可以安枕无忧？本公主就只有这一个女儿，却亲手将她往火坑里推，我好狠啊！姑母，你放心，朕说过会好好待她，就绝不食言。皇后与朕之间，只是一时有所误会。是我娇儿不好，误会了陛下。幸好娇儿向来都心系陛下，只要陛下一句话，什么误会都可以冰释。只是如果今日这件事传了出去，只怕越传越大。到时候世人会把陛下说成是一个无情、忘恩、不守信义之辈。身为皇后的母亲，陛下的姑母，我不得不替陛下担心。桀纣无道，始于荒淫。即使本公主不敢将陛下与这等昏君并论，可是太皇太后向来对帝德都是要求甚严，只怕东宫震怒啊！参见皇太后、皇上，太皇太后有旨，请皇上即往长信殿一趟。孙儿给祖母请安。哼，儿孙不和，后宫不宁，叫哀家怎么能安呢？祖母，皇后已无大碍，很快就能醒来。那算是雨过天晴吗？一切就可以当作没事发生过吗？都下去吧。诺。彻儿，坐吧。诺。彻儿，你知道，纵使你妃妾众多，也只有一人，是你行过6礼，娶过来的正妻吗？孙儿清楚明白皇后的身份，会谨记尊重皇后。夏桀商纣的教训，难道你忘记了？你甘心担起这宠妃妾、伤国母、无情无义的千秋骂名吗？祖母言重了。一家之主，尚且责有千金，何况一国之君？彻儿，你觉得这株蕙兰如何？这花开得绚烂饱满。的确是，但它与主株争养分，害其他花苞枯萎，留不得它。祖母，错不在旁枝侧叶，要怪就怪孙儿年少轻狂。危机是孙儿亲自带进宫里的，孙儿也曾对他许诺，若任意除去，同是无情无义。你是说皇祖母要陷你于无义？孙儿不敢。你的孝到哪里去了？庄敬持重哪里去了？你现在跟哀家说你年少轻狂，请皇祖母息怒。逼得皇后伤心自尽，全是孙儿的错。骂上一句无情无义，一时无法争辩。可是孙儿从来不曾无视对祖母的孝道，只因一时激动，失了方寸。你失方寸，你不是一时了。从他上衣承宠，你把他带进宫来，就已经屡失方寸。
区区一个民女，竟让大汉天子失去了方寸，不是更该杀吗？祖母要杀人，只要一句话，必然人头落地。孙儿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可是杀人也得有依据，不然就是滥杀。祖母是滥杀之人吗？事情的始末，祖母是最清楚的。魏姬之死并非她的错，皇后不敢冷待自尽，也不是她的错。若要魏姬为他人的错而受罪受死，那合天理吗？合法度吗？合人情吗？这女子蕙质兰心，哀家也舍不得，却不得不为大局着想。你可知道诸王来朝，天灾民困，国事多磨，皇帝却为后宫一个没名没分的佳人子劳心护航，输了政事，弄得后宫不宁，朝臣离心，这合天理吗？合法度吗？合人情吗？彻儿，现在正是需要天下归心，一呼百应的时候，别为小小家事而贻笑诸王宗亲，有负天下百姓。祖母，孙儿明白，今年各处饥荒，灾民处处。孙儿自会暂且放下儿女私情，将心思全放在国策民生上，更必亲往视察，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。也求祖母开恩，别让神宫再添冤魂，加孙儿之罪孽。好，那你就放下儿女私情，当好你的大汉皇帝。阴间不远，血污历历在目，切记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陛下圣安。起来。陛下，皇后怎么样？情况还好吗？是不是有什么不测？还是……没事。皇后。她没事，皇后真的还安好。为什么人人都问皇后是否安好，却没有人问朕的感受？为何连你也这样？陛下龙体安康，英明睿智，相信陛下万事都会处理妥当。朕的确是四肢矫健，会动能绞，可是，子夫。难道连你也感受不到朕的心情吗？陛下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奴婢儿时用以祈愿的竹筒灯。皇后受伤卧床，子夫不得见，所以就做了这个灯，祈求皇后身体安康。既然你这么关心皇后，朕就告诉你，皇后有太医令和御医们照应，已经没事了，相信很快就能醒来。那奴婢就放心了。陛下，如果皇后醒来之时，陛下能够陪伴在身边，想必皇后定会心暖释怀。你是想朕现在就去交房殿吗？将心比心，谁不想在伤病危难之时有夫君陪伴在侧，执手细语？奴婢只是不希望陛下背上无情无义，削减后宫的污名。
无情无义。这4个字朕今天听够了。其他人说朕无可奈何，可你子夫不可以。朕备受责难，为的是什么？你比谁都更加清楚。朕来这里，本想图个清静，得些安慰。可是看来，这里也并非清静之地。禀陛下，皇后已经醒来了，想见陛下。陛下，奴婢这就去通知皇后见驾。陛下，皇后刚醒，难免语气不顺。陛下也一夜未眠，不如先行休息吧。有人告诉朕，皇后醒来，有夫君陪伴在侧，执手细语，才能心暖释怀。是奴婢没拿稳，求皇后恕罪，请皇后恕罪。算了算了，快收拾干净，别弄伤皇上。你们都退下吧。诺。陛下，臣妾还以为你不会见我了。怎么会呢？朕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永远都是朕的皇后。都是娇儿不好。娇儿，别这么说。这次一定连累你了吧？母亲有没有为难你？祖母有没有责骂你？我还是去跟祖母请罪，都是娇儿的错，一时逞强耍性子。哎，不，是朕冤枉了你。你为朕做糕点弄伤了，朕竟然不信，还冤枉你。你如今受如此重创，仍替朕着想，是朕对不起娇儿。陛下别说对不起，臣妾为陛下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其实无论娇儿做了什么，都是为了夫君，怕失去了夫君的宠爱。好了，不哭了。陛下，可以永远都不离弃臣妾吗？我刚刚在梦中生生唤着夫君，可陛下不理我。我想抓紧你，你却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远。臣妾恳求陛下，不要把娇儿一个人扔在金屋里。我宁愿忍受千屈万辱，也不要陛下丢下我。我求求陛下。好，你放心，朕绝不会丢下娇儿。你记住，娇儿是朕的妻子，只要有朕在，就会好好的护着你。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不哭了，娇儿不哭了，别难过了。你是朕的好皇后，陛下也是臣妾的好夫君。看脚底戏。我希望歌舞死定了，我们不用上课。子夫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我希望一家人和和乐乐。你呢？这是秘密。希望子夫愿望成真。我们去放出生吧！去河边喽！我的愿望成真，你要愿望成真。
愿望一定要成真。皇后万福，后宫和睦。听宫里人说，一连几天，不知哪里有人放祈福小舟，一直飘到下游去了。我一听，就猜想是你。没想到我们儿时的游戏，你竟然都还记得。最近宫里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为皇上分忧，只得来此祈福。天子万年，福寿安康；皇后万福，后宫和睦。你放心，皇后既然已经醒来，这几天伤势也没有反复，一定不会有事。只是又有何人知晓，你在这里为皇后担心。既然事由我起，我只希望帝皇之家能够安宁。怎么，段大哥有事吗？我特意来找你，是要告诉你，皇上明日又要微服离宫，我也会随他一起去。这次要去多久？说不准。几个州郡都有灾荒，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回来。那看来，我得多做点竹筒灯，祈求苍天保佑，百姓早沐圣恩，皇上与段大哥此去一切平安顺利。子父，皇上明日辰时出发，将会经过东司马门，向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辞行，或许会有机会经过掖庭那边。多谢段大哥相告。我相信，皇上也希望在临走之前见你一面。启禀陛下。陛下，御驾已在外恭候，可以随时启程。先去长乐宫，朕要向太后辞行。现在什么时辰？回陛下，时辰尚早，可途经掖庭到东司马门，稍作停留。好，就照你的安排。白驾。诺。陛下，臣有急事禀报。所谓何事？丞相派人到东宫，上奏博古报民，哄抢官仓，传闻当地出现人相识。什么？传太皇太后懿旨，请陛下不用前往东宫辞行，速速前往救灾，切记以万民为本。自从你上次冲撞了皇上，皇上就再没来看你。这一次又不知道何时回来，待会儿啊，你可得好好跟他相处，挽回他的心啊。皇上已经从议和那边直接出宫了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皇上是不能冲撞的。那晚你为他好，把他往皇后那里推，你看他现在却反过来气你。哎呀，恐怕皇上情意已断呐。母亲，小太太。哎呀，你没睡醒啊，一点精神都没有。回话要大声一点，痛快点，知道吗？诺。哎，等会儿呢，你将新鲜的光罗、青菡洗净之后呢，盛在釜里，然后呢，再去冰室取些冰块镇住，留着今晚夜宴之用。听清楚没有啊？晓得明白。回话要大声一点，人要机灵爽快。
哎，好。喂，全是恭候王亲，快行礼。好，请这边请。好。各位请随我来。请。易总管，易总管，喊这么大声干什么？你等我耳朵坏。易老头，你果然不简单呐！原来你真是个高人呐！喂，你在瞎说什么呢？为什么遮遮掩掩的？你有很多秘密吗？是杀人凶手吗？还是学艺不精，算错了人家的命数，所以洗手不干了？神算相公，这是什么？七星图？喂，什么七星图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个呢，是我之前淘来的宝物，我才用了半两钱就买到了这个，做工精致的布匹。哎，这个铺在桌子上呢，哎，可以当台布，你看看，哎，不错吧？我就说嘛，他不是小摊上乱买的，就是地上乱捡的，你们还说他懂，太看得起他了。我还没问你们呢，为何跑到我房里来？知道易叔叔受到皇太后赏赐，所以呀，我们是特地来给你庆祝的。这些都是我跟子夫亲手做的呢。哦，你们真是有心啊！不过呢，其实也不是什么赏赐，几片金片而已啊。口气真大，只是几片金片。你们来，不单只是为我庆祝啊。公主刚决定，明日就要回府了。我们知道后，就来谢恩告别，顺道过来看你。你还以为真是为你庆祝啊？你算老几啊你？哎，庆祝也好，借我这里呢歇歇脚也罢，反正我是有口福了啊。吃完以后呢，收拾东西，公主可以回府了，我们也终于可以回去了。公主是要回府，不过你嘛就留在皇宫里。公主说了，皇太后夸赞你的厨艺，让你不要走，先留在掖庭掌厨，然后随时听召去给皇太后做烤肉。我也可以在掖庭照顾子夫，这样我也不用日日挂念我的佳儿了。姐姐，我也要回建成宫了。你现在呢有喜娘和易大叔了，我也就可以放心了。你不要总记挂着我，有时间要多去找段大哥学剑，切磋武艺。我一定会的。公主说了，我可以随时到平阳侯府的书房借阅兵书。我呢，一定会勤加研习兵法的。这我就放心了。放粮！放粮！快点放粮！我的孩子有病！再不放粮，我们就要吃我的孩子！本君诚早说过，太守身有要事，请君侯在后片刻。那些灾民已经等不及了，你听听外面的惨叫。凡是心怀百姓的父母官，都不会袖手旁观。我尊你是平阳侯，也算是皇亲，才放你进来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谁对平阳侯不敬，下场就如此狱。区区一个平阳侯，就有这等架势，不是太可笑了吗？区区一个太守，却是这等架势，不是太嚣张跋扈了吗？你来就是要教训我。没错，我不但要教训，还要你立即开仓放粮，要你把囤积在府里的民脂民膏全都吐出来，分给百姓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博古郡太守窦权。对，我不只是这里的太守，我还姓窦，是皇亲。我这皇亲，比你这皇亲可有面子、有光彩多了。就因为你姓窦，就可以把官藏的粮堆到府里吗？看来你这府里的仓库都堆积满了吧？想高价卖出谋取暴利吗？外面饿殍处处，人相食呢，你看不到吗？那又怎样？天旱水灾年年都有，年年都要开仓，
那这郡府岂不亏空？这里的事由我管着，你要管事，滚回你的平阳县！大胆！大胆的是你们！平阳侯不过是依仗自己是皇上的姐夫，但是你们别忘，你们平阳侯看到了窦太主还得叫一声姑母，何况太皇太后还在，他就是我的靠山。依你说，权大靠山大就可以任意妄为，就可以为了私利。不过皇上已下旨开仓，你都自作主张吗？是。今天即使是皇上来了，也要念及他老祖母的面子，让我3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想干嘛？杀我？杀我呀！给我杀了他！是否连朕也要让你几分啊？说的真好，权大有靠山，皆可肆意妄为。朕现在就下旨，立即开仓，就从太守府开始。诺。奴婢觉得，既贵为天子，当心系天下，体察民情。这次出宫，真要好好视察。陛下以民为本，奴婢替百姓谢过陛下。你确实不同，明白朕。这萱草就是这样，今早还开得正欢，到现在却耷拉着花骨朵了。朝开暮落，人说这让人忘忧，可是忘忧也是忘情，只怕这是缘尽情逝的意思吧。这寒兰竟然能在寒冬屹立开花不止，还能吐香，足证其坚毅不凡，不可多得。就像他，陛下，冬寒夜冷，要顾惜龙体啊。喝点酒，暖暖身吧。朕曾答应给他的住所种满兰花，这个承诺竟然还没有实现。陛下微服暗访，兴利除弊都快1年了。等冬末粮荒稍缓，或可考虑先回京城。京畿不可长久无主。余下的调度，臣愿请命替陛下分忧，请陛下准奏。好，朕就命你南下调停。臣领旨，必不负皇恩。吓到你了吧？你也是来拜祭瑞姬的。今日是瑞姬的生祭，不想她寂寞，我过来陪陪她。1年多都没到这里来了，想不到竟一尘不染。姐姐刚才一定费了不少功夫吧？我也曾经照顾过瑞姬，知道她爱美。所以带了些绫罗，准备帮他布置一下生前住过的地方。可惜物犹在，人已废。瑞姬曾教导我说：“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。”皇后之外，其他的妃子都是未经婚仪，算不上妻子的。瑞姬也曾这样教过我。新宠何其多，旧人除了无止境的等待，还能怎么样？
谁叫皇帝无情啊？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来拜祭瑞姬了。为什么？下月15就是出宫典，有意出宫者均可上报，由皇上选择定夺。可以上报出宫吗？这是难得的机会，不会常有的。或因天灾战祸，汉宫要克己简朴以酬天；或因嫔妃宫女侍奉久了，宫里要弃旧迎新，才会让我们自己上报出宫。与其长居深宫，盼不来皇上，倒不如趁现在还年轻，出宫和亲人团聚，这样的话还能重获新生。我先走了。什么？出宫？你疯了不成？你叫我们来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个？卫青，你赶快去劝劝你姐姐。姐姐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已经向少府报了名字。是因为皇上回来几天了，还没来看你吗？哎呀，你会不会中了人家的圈套啊？说不定那个什么赵姬，逢人就劝说让人家出宫，好让自己得到专宠啊！你相信他？不信啊！就算他曾经照顾过瑞姬，也必不跟他亲厚。瑞姬不爱酒，偏爱甘草汤。瑞姬不喜欢艳色绫罗，他根本无心忌瑞姬，只是做个样子罢了。那你明知道这样，还是决定要出宫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必须要走。皇上刚回来，想我走的人已经出手了。我这次不走，还会有下次。自从我入宫以来，后宫就天翻地覆。我若不走，只会平添皇上的烦恼。子夫，你就是为了不让皇上心烦？我一无家室可助皇上，二无寸功可扬圣德，留在宫里只会引来一片酸风度雨，徒添皇上的烦恼。那么如今，我除了离开，还有什么选择呢？我真是看不过眼了。到现在为止，你还是为了皇上，而他回来都没来见过你，真是无情啊！或许皇上不是无情，只是忘情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能安心的做个了断。可怜我千辛万苦要进宫来，你却要走了，那我们嘉儿……子夫走，我也走。母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去跟公主说，让她安排你出宫的。哎呀，怎么来来回回一场空啊！哎呀，你不要只是想着你自己好不好？姐姐，你真的舍得吗？不遗憾，不留恋。没有遗憾，只想再见皇上一面，哪怕只远远的看上一眼，也都好。你若真的再想见他一面呢，也只有出宫了。届时皇上会亲临出宫典。哼，世事就是这样，要留就不能见，想见呢就不能留。留不能见，见不能留。陛下，出宫典明日午时举行，宫人名单在此，请陛下过目定夺。陛下，启禀陛下，段仆夜快马来报，在长阳5日，梁灾已经得到缓解，请陛下放心。接下来会继续南行，再回长安。你去处理吧，朕就不看了。诺。等朕批完这些奏折之后，今晚就去掖庭吧。臣这就替陛下去安排。皇后驾到！陛下甚安。
起来吧。臣妾知道陛下回宫后通宵达旦批阅堆积下来的奏折，所以臣妾亲自备了饭菜，让陛下可以稍事休息。陛下你累了，再这样下去恐怕龙体违和啊。臣妾伺候完陛下用膳后，陛下再忙国事吧。臣妾定不会出声打扰，只盼能陪在陛下身边。好。你还笑？人家就要骨肉分离了。哎呀，能分几天呢？子夫都走了，你还怕公主不让你出宫啊？哎，子夫，这个呢，是在集市上买来的，物虽轻，但情意重，你要挂在身上，记在心里啊。哼，谁要想着你呀？脸皮真厚。易叔叔，谢谢你。啊，我们走了。娟儿，母亲。原来冥冥之中，朕与你早就有丝丝点点的牵连，而如今上苍既然如此安排，看来朕的这个决定没有错。子夫，你注定就是朕的女人，即使前面有艰难阻力，都值得朕把你留在身边。皇后驾到！皇后请安。怎么只有皇后一个人？皇上国事繁忙，无法抽身，这出宫典礼就由本皇后主持。掖庭宫人恪守其责，克勤于邦，遵礼守制，敏惠柔明。今特予赐赏，以慰其劳，犒其功。皇上皇后恩泽后宫，令宫人归其家，复终身，自其阴驾，天自降福。诸位，皇上驾到！陛下晚安。参见陛下。陛下，出宫典礼已毕，陛下劳累，不是说好臣妾代劳就行吗？这些出宫的嫔妃侍女，或服侍过朕，或曾为朕办过事。今日出宫，朕也该亲临话别。感谢诸位报效皇室，忠心事主。今日出宫归家，祝愿以后诸凡顺遂，自其阴驾，福泽长存。谢陛下，陛下千秋万岁。皇上起驾回宫。恭送陛下。
只要你和魏姬脚踏出宫门，本公主给你的赏金，足以令你下半生安枕无忧。子父，你别难过了，出了宫门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敢问陛下，召见奴婢有何吩咐？你为何要出宫？是受了威胁，还是被人为难？但愿听你一句，无可奈何。无人为迫，没被为难，更非无奈。是奴婢自愿走的。为何要走？因为奴婢没有留下的理由。两情相悦不是理由，其遗偕老不是理由，难道名分位尊才是理由？荣华未享才是理由？还是日久情疏才是理由？执君之手，同入宫门；伴君之侧，共赏殿宇。奇怪名分未尊，皇宫衣风十足，日子无忧。岂言荣华未享？天子后宫妃妾百千，能得一朝宠幸，已属万幸。岂愿日久情疏？那你给朕一个走的理由。奴婢一无功名，二无家室，实在无法帮陛下建功立业。若贪恋至情，令陛下家无宁日，宏图难展，奴婢罪该万死。这么说来，你是为了朕好。可你言下之意，是说朕得靠后宫姬妾之家世，才能稳妥的当个皇帝，是吗？陛下恕罪，奴婢本意并非如此。可你刚才不就是这么说的吗？既然你这么为朕着想，这么一走不就如你所愿了吗？那你刚才哭什么？朕问你，你哭什么？奴婢为何而哭？无关宏旨，只求陛下放奴婢出宫。你这么想出宫？好，你回答了朕，朕满意了，自然让你出宫。为什么回答不出来？是舍不得朕吗？抬头看朕。明明舍不得，却决意要走。走了，朕会心安吗？你当朕是什么人？你以为我孤身在外，不会对你怀猜？没想过玉环归赞。陛下，若是你记住我的情谊，
就不会为着自己无家室，怕给朕添麻烦，说走就走了。都是奴婢的错，奴婢实在不敢相信陛下思之念之，想归来相见的竟然是奴婢。为什么不敢相信？你可知道，每晨更衣，朕便忆起上衣轩中的纤纤玉手，路上清风吹拂，便想到玉河船上的悠悠青丝。夜里抬头看星，便惦记长安城里待朕守护之人。我刚才见你在楚宫人队伍之中有多难受，我好想质问皇后，是否是她逼迫你离开？又猜想着，难道是朕回来之后，为了如山的奏折没有及时找你，你就失望要走？你可知道，朕心如刀割。陛下恕罪，你的确罪该万死，但是为了你的眼泪，朕可以免你死罪。只是你轻忽朕对你的宠爱，一定要重重受罚。朕罚你这辈子再也不许离开朕。无论什么理由，即使说什么为朕好，朕也不允许。知不知道？奴婢知道。退下吧。莫，怎么连药也不喝了？太医令说这种药要一直喝，才可以养好身体啊。好了有什么用？他眼里心里只有那个贱人。那你更要养好身体，才可以再和他斗啊。斗？我怎么斗啊？明明不去，却又去了；明明看不见，都走了，却又回头看他一眼；明明门都开了，那就让他走好了。偏偏白明又赶上了，天都在帮他，我怎么斗啊？若是天要欺我娇儿，我就要同天斗；如果地要负我娇儿，我就要同地斗。母亲一定不会白白让你受委屈。你要争要斗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先养好身体；第二件事，你就是要忍。母亲，你要我去忍一个低贱的歌姬啊？刚才皇上看见那贱人之后，有质问你吗？那倒没有。那不就是了？看来皇上还是顾念这份夫妻情分的。你忍，皇上见你识大体，自然会心存感激。如果不忍，那就军心尽失了。你要好好守候在夫君身边，讨他欢心才是啊。娇儿，如今我们就让魏姬疏于防范，再趁机抓他把柄。这就叫做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。你母亲历经两朝前庭后宫诸般争斗，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过？还怕对付不了一个无权无势、无谋事的小歌姬？
别担心啊。以后，朕要你每日都替朕祭神。陛下后宫姬妾如云，怎能如子夫每日替陛下祭身啊？姬妾虽多，可却只是形势所逼，非朕所要。就如皇后，大家都认为金乌之诺，朕我二人情谊早定。可许诺之时，朕还是个孩童，哪知男女之情？直到遇见你，才知道何谓挚爱深情。陛下，子夫一直有样东西想要给陛下。子夫这1年的心意，全在此丝锦之上。陛下出宫之后，子夫便将思念化作丝线，从抽丝到调丝，再到织出丝锦，再用丝线将这国土一一绣上。边绣，边想着陛下身在何方，在做何事。这是国谷，盛夏之时，恶殍处处。朕再次开仓赈灾。你说过，儿时曾因天灾流离失所，此乃池阳。隆冬之时，漫地飞雪。朕在此发放寒意。夜深人静之时，就想起你首次在宫中过冬，孤苦伶仃，是否能穿暖吃饱？子夫一切都好，只是想陛下。幸好绣着绣着，陛下的天下尽在其中，仿如看到陛下君临天下。君临天下，这天下天灾人祸不绝。这次外巡，让朕对百姓生活之苦体会深刻，所以现在，朕一定要改革朝政，整肃宗亲大臣的歪风败气，拿他们的不义之财来富民强兵，防御外敌。陛下，到那时候，朕便要与你踏遍九州，到此图上的每一个角落，亲都百姓，和乐富足。那子夫也要在这图上绣一个“和”字，祝我大汉天下和乐富足。好，你既贺朕天下和乐，朕也赠你禾场乐聚。陛下，陛下恩准沈家陪在子夫身边，以示厚恩，子夫就不需要。白明在。传朕谕，为子夫田禾乐邑，绘制兰心。即日起，4居兰陵殿。诺。哎呀，这和以前就不一样了，哎，是不是？这回就好了。哇，哎呦，真是华丽呀！哎呀呀！你看，哎，这边，你看，哎呦，真好啊！哎，你看这啊，子夫，这里精致素雅，真与你相称。皇上真是有心思呢。我就说皇上记挂我们子夫，爱屋及乌，连我和易老头都跟着迁进新殿，可见我们子夫多得宠啊！肯定很快就要封夫人了。哟，之前不是说什么帝皇无情吗？你知道什么叫此一时彼一时吗？就知道挑人错处。你呀，先好好读书，长点见识吧。其实我觉得这次啊，还真的是多亏了易叔叔，要不是他送给子夫挂饰，引得皇上回头看，说不定啊，子夫出宫了，皇上也不知道呢。歪打正着走运罢了，而且是借的子夫的运。无论如何，都要谢谢易叔叔。哎，听到没有啊？听到没有？这才像话嘛！姐姐，看我带谁来贺你。
段大哥，魏姬，段大哥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从南方回来。听说你之前要出宫，都过去了。这兰陵殿看起来不错，简直是好的没话说。段大人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。今天大家啊在这设宴，贺兰陵殿的新主。我们个个都会下厨做菜，今天啊就把自己的拿手菜煮来一同尝一尝。好，好。段大哥，你也留下来吧。今天啊，姐姐亲自下厨，肯定有咱们俩愿意吃的杏花糕了。如果大哥要不在的话，我可就全吃了。好，难得一回京就有子夫这桩喜事，我就和大家热闹一下吧。好。哎，段大哥，你南巡回来一切可顺利？还算顺利。我刚才进宫把赈灾的事情禀告皇上，皇上心怀大志，要立久安之策，助民解困，决议平抑物价，军粮均富。这样是好，可是行得通吗？皇上说可行，而且势在必行。只是这旧制年深月久，里面利害关系根深蒂固，阻力也必会极大的。皇上说是军粮均富，分明是要打击百官利益。说到底，皇上此举还是要掌握朝政，挑战太皇太后。的确如此。如今皇上以疏解民困为理由，太皇太后怜悯苍生，未必会反对。大人，舅父有事吗？臣启来密报，吉安在河南开了粮仓。岂有此理！河南郡太守陈器，那岂不就是窦太主的夫君，唐一侯的亲侄子？吉安也真是够大胆的。陈器已说明粮仓中是军粮，他连军粮也敢动，才叫胆大。吉安不是去河内视察火灾了吗？怎么去河南开仓？谁命他开仓的？肯定是脚趾擅开呀。舅父，你刚才说这是密报，那么皇上可知此事啊？此事皇上应该还不知情吧？那就即刻行动，时恐有变。什么调度困难，纵容贪赃，其实都是在互相包庇。这些宗亲争权夺利，就说是刘家、太皇太后、窦家等，还有皇太后王家，碍到自己的利益时，谁还顾念这几个亲戚？陛下息怒！息怒，这关乎天下安危、百姓生死的事，何以息怒？你们谁都不许再插手！陛下，怎么了？又是谁来求见？要朕体谅这个照顾那个。是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清宅，还有宣。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丞相你好，新政细节没有？陛下，臣等有要事要询。说。不知陛下派业者结案，持节出使河南，可是？什么河南？河内火灾连千户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朕特派结案去视察。丞相是为新政奔走，把地方赈灾抛诸脑后，还是另有深意？臣不敢。只是地方官员报称，结案在河南，持节逼令河南太守陈器擅发官仓军粮。既然是陛下派吉案去河内，看来吉案在河南的所作所为就是交旨了。臣正是交旨，罪臣吉案，拜见陛下。吉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陛下，臣这次解河内灾民之困后，回京路过河南，见河南水灾缺粮，饿殍遍野，导致父子相食。臣权宜行事，持节发河南仓粟，以赈灾民。陛下，吉案既是赈灾，情有可原。吉案放的是军粮，陛下，兵法云：军无粮，则必亡。够了！臣大胆，但不能不谏。
只恐陛下日后政令不同，勋威有损呐。臣应伏法，以挽军威。来人，将吉案下狱戴罪。陛下，一个小小的吉案已能随便开仓，若新政已出，货粮周转，朝廷鞭长莫及，恐怕天下官仓尽开，这政令万万出不得呀！参见陛下。快来，快来，陪朕投壶。也不知道今日怎么了，手感极坏。就等你给朕添添运气。小臣的手气哪及得上陛下分毫呢？不过陛下，臣倒有一事要向陛下禀告。说。臣闻说丞相准备向东宫禀报吉案开仓之事，以此游说太皇太后力阻新政。陛下，结案私自开仓，滋事体大，如今又涉及到新政，恐怕非议更多。何不？不用说，新政不推，其他事朕也不管了。邓弘，传朕口谕，明日不早朝，朝政之事就由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清宅代理。陛下，反正朕做什么都受阻。不如去上歌舞之韵，听丝竹之声。陛下。是子夫琴艺不精，琴音不妙，未能让陛下忘忧解愁吗？要不是你的琴音，朕的怒气早就把朕憋死了。来，子夫。朕还是皇帝吗？陛下为何这么说？帝皇号令天下，管治百姓，可朕这个皇帝却连朝臣都管不了，政令连未央宫门都出不了。人难免都会偷安懈怠，让自己过得舒服些。陛下要改革，大家自然心生恐惧，想要固守旧制。但以陛下的才智，有什么能难倒陛下的？是吗？子夫初见陛下之时，陛下还不尽了解民情。现在呢，陛下已是多次出巡、体察民情的亲民皇帝了。还是子夫最知朕的心呢。陛下怎么了？若朕真有应对之策，却要陷你于难，你愿意助朕吗？陛下是子夫的天子，就是子夫的天。能为陛下的千秋大业尽一份力，无论如何，子夫都愿意。好，这几天，朕想在你这兰陵殿静思，不要任何人打扰，只与你的琴音作伴。皇后，请容奴婢痛传。皇后，皇后，请容奴婢痛传。皇后金安，魏姬，本皇后是来送糕点给皇上的，你让开。皇上正在歇息，奴婢不敢打扰，还请皇后恕罪。莫非皇上身体抱恙？春玲，去传太医令，我要去看看皇上。你敢拦皇后？皇上有旨，静思期间不许任何人打扰，还请皇后先回。若皇上召见，奴婢自当亲赴交房殿请假。你说什么？别以为你得宠就可以得意忘形，我可是皇上的正妻，我要见皇上，
岂是你这个下人能阻挠的？给我滚开！奴婢虽是下人，但皇上是天子，也是奴婢的天。皇上要奴婢守住此门，奴婢绝不能退半步。放肆！滚开！奴婢身负皇命，还请皇后自重。